我超级喜欢你，徐主播超漂亮。港湾送出嘉年华！哦，感谢温暖的港湾的嘉年华！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温暖的港湾，谢谢你支持我，我之后如果会选到更好的品，还会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温暖的港湾，谢谢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。一诺千金下了50单，感谢支持50单。很爱吃鸡爪哎，没错对不对？谢谢一诺千金，谢谢你。你的鸡爪，后台听一下，后台我们一诺千金和温暖的港湾的鸡爪什么加急发货，好不好？收到，下一题。徐主播我也拍了，我喜欢四川美食，更喜欢徐主播。感谢支持。温暖的港湾下了70单。哦，感谢支持70单。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温暖的港湾，谢谢你支持我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。一诺千金下了100单，温暖的港湾下了150单。哇，感谢支持150单。哇，感谢支持。感谢支持。哇，温暖的港湾又是他，这50、70、100的，这好几百单了，能吃完吗？搞批发的。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？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，妥妥的榜一大哥。这个，库存有吗？所以赶紧看一下库存有没有。收到，如果有的话，赶紧给他们加急发货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过了，因为已经没有这么多了，好吧？哎，小陈总，您过来一下。谢谢你们哈，谢谢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幼稚。这个做直播呀，跟做明星一样，你得宠粉、顾粉。人家那个温暖的港湾，在你直播间下的那些单，那加起来都够开一家小型超市的了。人家就想线下见你一面，跟你喝一杯咖啡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是不是？我明白了，邱总，我去。哎呀，总算开窍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您是温暖的港湾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嫂子，榜一大哥，温暖的港湾。我们老师教我的，家就是温暖的港湾。你们老师说的对。晨晨，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？哦，我拿着小慧阿姨的手机。小慧阿姨，钱充好了吗？充好了，给，谢谢。到时候我拿现金还您行吗？行，只要是帮许岩的，我就乐意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把钱转给小慧阿姨，你回去告诉她。哎呦，嫂子不用，我到时候拿压岁钱还给她就行。转好了。沈浩辰，从现在开始，记住以下2点：第一，不许在任何直播间下单买东西；第二呢？第二，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。哦。哎，等一下。对了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看收货地址也不是家里，放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，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。你还怪聪明的，不是说你做对了？哦。嫂子，我真的特别想你，我妈也很想你。就最近我们都瘦了，就想吃你做的饭。
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男人沈浩明总算是开窍了，发现了妻子许妍对他的真心和付出，竟然再次拿出了结婚戒指，请求他的原谅。更过分的是，两人在众人面前晒了一出恩爱，撒了一波狗粮。之所以会再次的重归于好，是因为一向好强的沈浩明总算敞开了心扉，既然将他父亲没有让他进董事会的决议告诉了他，这已经不是父亲第一次否定他了。他未婚生子，父母亲就已经很是难堪，后来他坚持把孩子带回家，更是和父母的意见相左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二老的信任，也顺势说出了他和白月光的故事。其实，在发现她怀孕之前，我已经跟她分手2个多月了。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，她跑过来找我。当时女生一进屋就直接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，也很果断，并没有想让她负责，只是执意的想做一位单亲妈妈。后来男生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，直到把孩子生出来。没想到孩子才出生没多久，女生跟朋友去潜水遇到了洋流，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离开了人世。父母亲觉得她没有处理好私生活，打破了他们培养继承人的计划，所以家人关系一直很紧张。许妍在旁边默默的聆听，竟然给出了其他的视角。她有没有想过，他的父母亲只是不会表达，不放心，不认同，并不等于不重视。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，这么多眼睛都盯着你，你的一丁点的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。也许你爸爸在想，对你严格好过别人会欺负你，所以我在想，他对你的限制可能是出于保护。也是因为这番话，让沈浩明再次重新认识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一直无法解开的那些心结，现在似乎也渐渐的开始松动。在假扮甜蜜夫妻、攻略合作伙伴的期间，妻子许妍的为人处事心思缜密，更是让他的事业如虎添翼。原来他真的在不知不觉中真心实意的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。喜欢一个人是按捺不住的，是会主动的想和他亲近。一向羞于表达的沈浩明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开始为老婆描眉化妆，如此的体贴温柔，让许妍都不免会生出错觉，如果两人没有离婚就好了，如果他没有说那些谎言，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就不会如此的别扭了？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，他已经吃过了一次亏，不会再去赌男人的真心，是时候清醒一点了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这几天我习惯了。这个习惯可以改掉。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反正男人送的礼物都差不多，我习惯了。习惯？跟我谈之前，你到底有几个？我跟你说过几个。你跟我说只有我一个？对，就你一个，还差个0。还在离婚冷静期的夫妇竟然开始斗起了嘴，各自都说着伤害对方的话。许妍告诉男人，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，发烧是真的晕倒，却是装的。沈浩明也不甘示弱，说起医院里他用的创可贴其实是秘书买的，看他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就没吭声。随后说起他应聘的时候，自己念了他在网上的博文。姥姥如果有一天为你做桂花酱，你将不会有颗孤独的心。牛头不对马嘴，无病呻吟。沈浩明乘胜追击，说起他买的衣服都很难看，没有一件是满意的，这可被许妍抓住了把柄，叫他找找自身原因，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老气横秋，眼光又跟不上时代？他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，这个西服半永久3件套，怎么了？他是床上用品吗？还有这个眼镜，他近视吗？每天戴着干什么？装什么老前锋？骂不过的沈浩明直接将眼镜扔掉，随后将许妍赶下了车。3天后8号上午10点，民政局办离婚。晚上沈浩明本想以成绩下滑为由教训一下弟弟，不料对方却占领了主动权，问他什么时候把嫂子给接回来。对方给自己辅导，讲的又简单又清楚。弟弟看出来哥哥明明很想对方，为什么不去求求他，让他回来？还在这里口是心非，嫂子肯定还在生他的气。他有没有给别人好好赔礼道歉？随后他郑重地告诉哥哥，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，就算被拒绝100次，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，明白吗？晚上听着弟弟的话，他终于鼓起勇气给许妍发去消息，不料对方竟然是秒回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还想着过几天约他一起吃饭，但却被许妍直接拒绝。女人当初多卑微的求和，沈浩明不吃点苦头可不行。怎么追回来？难道还要跟他吵架吗？我真是一头猪！很快的，许妍拉到了赞助，公司很快的开了起来，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，并且还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姥姥。许妍这么开心，前夫哥可不好受了，到底怎样才能将妻子追回来了？偏偏这个时候，秘书走进来，设计小组想约他开会。他看了一下对方的行程，这个月也只有8号有空，随后不停地说起8这个数字。
小沈总，是有哪里不对吗？以后我不想听到“爸”这个字。哦。晚上，沈浩明将10年前买的一块地无条件的送给了集团，随后说起浩辰。关于这个事，他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跟父母说过一句道歉，以前只希望爸爸能够理解他。他以前脾气不好，表达得很强硬，都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底，很慌，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直到看见父母真心接受了浩辰，给了他无忧无虑生活的环境，才知道二老的包容真的给了他很大的助力。咱们父子俩吵也吵了，斗也斗了，我确实要负起很大的责任。而他之所以能够想通，是将许言的话听进去了。其实不管他们长到多大，在长辈的眼中始终都是小孩子，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。两父子的这一次谈心，爸爸承诺他，如果这次能够促成和巴莱金的正式合作，并且能够开拓海外市场，会让他进董事会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希望你从心底里开始相信我。我也希望老爸能够真正的放心你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都把妍妍给我追回来。娶她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跟她分开。加油！许妍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曾经对她严厉讨厌的婆婆，在亲眼看到她直播卖货，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，生意红红火火之后，竟然意外地认可了这个儿媳妇，并且怂恿儿子一定要将她追回来。这种上的厅堂下的工厂的女人，现在真的不好找了，叫儿子一定要使出全力。沈浩明这边深夜到了女生的家门口，就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正在和他老婆交流，瞬间醋意大发，假装起了亲密，偷偷的在后面搂了搂自己的老婆，说自己已经等到很久了。感谢男人在完成业务的同时还送自己的老婆回来，同时默默的警告他不要和自己争，他压根不是自己的对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标签，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。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，他开始有点慌了，直接按着电梯不让许妍走，还特意露出了自己的婚戒。但是怎么办呢？似乎老婆压根就没有注意到，只是看到他的脚挡住了电梯门，气愤地踩了上去。早就说了要离婚了，他必须快刀斩乱麻。沈浩明这边正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继续和老婆见面的时候，豪门弟弟此时的脑子却比他好用多了。他要参加马术比赛，必须要让家长签字。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许妍。哦，您还是叫我嫂子吧，平时我的事儿都是她来管。行，那我这就联系他。哥，你快过来，我告诉你一个超级好消息。小朋友现在看到哥哥嫂子坐在自己身边，内心很是开心，更何况许妍也是真心待他。发现小朋友现在正在长身体，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，先前的那个马就必须更换。也是因为这个提议，让沈浩明更加坚信许妍是真心的把小朋友当作是自己的家人。但是又能怎么办呢？现在许妍一看到他就有点抗拒两人在同一个空间，独处也浑身不自在，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匆匆离开。小朋友还特意去拿了2杯果汁，看到未来嫂子已经走了，直接大发脾气。嫂子呢？他有工作要忙，走了。那你还在这坐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！就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，做的错事就要改。您惹嫂子生气了，现在她不理你了，你不得主动出击啊？说到这主动出击，他堂堂一个霸总追了这么久，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开始有点内心打鼓。既然主动的开始和秘书分享起自己的苦恼，也不知道这秘书是不是鸡汤看多了，他的角度却异常的清奇。可是他一直想要离婚的。这个是气话。我之前女朋友每次跟我生气的时候，也老提分手，真的。你这个人怎么越来越会瞎掰啊？坐下来，继续。开始出起了馊主意，既然老总现在无法和许妍直接沟通，不如从他的身边人开始动手，这曲线救国也许效果会更加的好。然而沈浩明想到的则是许妍姐姐的男友，同为男性对方应该能感同身受吧？感不感同身受，无法快速的下结论。但是刚好这个未来姐夫现在感情似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听到这个沈浩明瞬间就抓住了机会。我们结盟吧，我们都喜欢上了这对姐妹，情感上我们一样坎坷，必须要互相帮忙。有道理。乔林不理我，你可以帮我找他；许妍不理你，我可以帮你说上话。这不就叫人多力量大？咱们2个人肯定比1个人强。说得对，姐夫、妹夫。
姐夫，妹夫，我们办离婚。看个时间呀，5点35了，系统已经关闭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刚过离婚冷静期的夫妇，竟然办理离婚这天迟到了，而这一切都是霸总不愿离，他又重新的爱上了许妍。当初他为了不离婚，前几天就告诉对方自己去国外出差了。你记住的，巴莱金先生找我，不跟你说了。我先走。啊，拜拜。沈浩明想着能拖一天算一天，甚至还在公园拍照，就害怕老婆不相信，甚至到了晚上干脆不接他的电话。几天后，许妍终于忍不了了，直接给他助理打去电话。可他早就收到了老总的提醒，两人的回答都出奇的一致。当沈浩明开门的那瞬间，竟然看到了许妍，他紧急撤回一个微笑，一定是幻觉，开门的方式不对，再开一次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许妍之所以知道男人是在骗她，因为助理露馅了。我搞错了，妍姐，沈总就在亚历山大。那你刚刚说他在俄罗斯？对啊，就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嘛。亚历山大在埃及啊。俄罗斯没有亚历山大吗？见到这个场景，沈浩明话锋一转，说自己临时改了行程，是因为身体原因，今天约了医生去看病，直接指向自己的心脏，胸闷、心疼、心慌不舒服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撒谎的手段他是信手拈来，但医生却告诉男人，他的心脏很健康。那为什么我会感觉胸闷还有心慌呢？亏心事做多了是这样的。许妍一句扎心的话，直接戳破了男人的谎言。但沈浩明为了拖时间，打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排除一下别的病因，甚至还打算从眼鼻喉开始查。一天下来，男人不断的做检查，就是想为自己的幸福拼命，宁愿做肠镜检查，也不去民政局离婚。但许妍好像心意已决，见到民政局都要下班了，她直接在厕所门口催起了沈浩明。你着什么急啊？这种事情是催能催出来的吗？得有感觉，知道吗？你已经在里面感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现在4点55了，5点半就下班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来感觉了，哎，来感觉了，憋着，离完婚再尿。两人就差一步，刚到民政局就停止办理了，并且告诉他们系统关闭了。随后许妍还恳请别人帮个忙，却不料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今天再提交一下离婚申请，下个月的8号5点半之前过来办理。还要再冷静一遍啊！你今天过时间了，你上次的离婚申请啊，系统已经自动取消了，你可不得再跑一趟吗？那记得啊，下回一定要守时，要不然啊，你们还得跑第3轮。沈浩明听到这番话，嘴角比 AK 都难压，心里那个暗爽，告诉许妍，瞪自己也没有用，规矩又不是他定的，没有办法，两人只能下个月过来重新办理。大姐，您可以下班了，谢谢。晚上沈浩明独自在买醉，想给妻子打去电话，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堂堂一个霸总，不知道如何挽回女人。也就是这时，那个爱慕他的小姨子出现了，他直接上手，以为自己有机会了，毕竟他要离婚的消息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而且许妍和他的投资人亮总打得火热，随后说起两人坏话，亮总可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都能被许妍迷得七荤八素，他这么着急找下家吗？许妍是我爱人，管住你的嘴。你还护着他，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，你还护着他。沈浩明，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他有没有给你戴过绿帽子，还是说绿帽子你早就戴习惯了？只有我对你一心一意，但你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是吗？小姨子直接一杯酒过去，得不到这个男人，他就要毁掉对方。很快小姨子就被男员工给带走了，而沈浩明借着酒意找到了妻子，但许妍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就是要和对方离婚，不要占用公共资源。与此同时，小姨子和男员工搞到了一起，两人不仅睡了，男员工还想要搞垮沈浩明，便开始利用起小姨子。他以前到处跟着沈浩明跑来跑去，最后对方还是跟别的女人结婚了，难道他要一直在深渊里越陷越深吗？次日男员工就拿到了集团的合作资料，并且偷偷的拍起了照片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爱，想挽回，作为我们男人来讲，就应该彻底的放下面子，主动出击，不要怕输，也不要怕丢脸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沈浩明为了追回还在离婚冷静期的妻子许妍，竟然请到了姐夫作为爱情军师。现在他主打的一个就是放下自尊，不要面皮，千方百计的找借口在许妍的面前露脸。但是当他一进屋就看到了桌子上竟然摆着很多菜，瞬间提高了警惕，看来女生今晚有约会。得知许妍家的路由器坏了，马上就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。然而两人毕竟曾经相爱过，有些生活习惯处处敲击着彼此的内心。妍妍啊，你这里的 WiFi 密码是多少？我的手机号好100-5180756啊，试试。借着检查信号的由头，男人悄悄溜进了女生的房间，衣柜没有男生的衣服，床底下也没有偷偷藏起来的鞋子，洗手间也没有男生的洗漱用品，瞬间露出了笑容。
看来自己还有机会。现在既然情敌没有进屋，今天他就赖着不走了。他倒是要看看这约会对象对方到底何许人也，直接不管许岩的劝阻，自顾自地脱下了皮鞋，开始说帮他换一下窗帘，甚至在做事的时候还不忘来一波回忆杀。椰子鸡汤，你慢点。这是你最拿手的汤。他就这样拖了几个小时，总算等到了门铃声响起。当他打开门，却发现竟然是姐姐和众闺蜜团，悬着的心瞬间放下。那他就更不能走了，只要搞定这群人，那许岩肯定就不会想着离开他了。但是怎么办？闺蜜团是看着两人谈恋爱结婚的，甚至也深知女生为了这一段关系有多么的卑微和无助，直接开始指桑骂槐，说有些无聊，前任就是不懂得珍惜，当初爱他的时候呢不当回事儿，现在别人不爱了，男人又放不下了，这不就是有病吗？脑回路都完全不正常。然而霸总之所以是霸总，是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有钱，他就不相信了，重金之下没有勇夫。最近金达集团旗下有一个商场快要开业，大家有空可以去逛逛，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，我给大家免单。免单？能免多少？全部。到时候我会派我的秘书全程陪着你们。哎呀，那要形容沈总的话，就是平易近人，自信有爱，狼艳独绝，公子无双。听到口碑反转，男人默默地露出了笑容，直接站起身准备见好就收。但是在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闺蜜们，金达商场随时欢迎他们的光临。虽说搞定了闺蜜，但是许岩似乎并没什么反应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姐夫此时拿出了小刀。所谓男人一流泪，女人就心软，他不如走走落魄失意公子的路线。思念成疾，果然第二天秘书就来到了许岩的公司，拿出了手机，说这些都是他平时偷拍的。他发现沈总在他不在的时间经常去到女生的家楼下，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窗户发呆，甚至还因为太过于想念，晚上经常以泪洗面。是许岩的照片让沈总度过了漫漫长夜。秘书正以为这招成功的让女生感动的时候，却没有想到许岩接下的一句话直接让他傻眼。但我就是想知道，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？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。还有这张，是坐在床上的吧？是啊。那你也在床上啊？你俩都在床上？你喝什么水啊？不是你紧张什么？你一紧张我就紧张了。你还害羞？哎这，我不想跟妍妍离婚，我想跟她继续有一个家。那妍妍之前提复合，你为什么态度要那么冷漠呢？前夫哥为了追回妻子，特意找到他的姐姐，非常诚恳地表达，他身为霸总第一次为了这件事东躲西藏，也是他第一次这么害怕面对一件事。之前他一直认为许岩一无所有，怎么可能会离开自己？但分开了才知道，明明是自己离不开他。沈浩明的爱是真的，但不能离婚也是非常迫切的。前不久他收到助理的消息，巴莱金先生提出了要求，正式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前，需要对集团进行3个月时间考核，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，对方才会确定最终的合作方式。您跟妍姐离婚这事儿，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？与此同时，金达集团的对家也想得到这个合作，还串通了沈浩明的手下，他们要找到沈浩明和许岩的离婚证据，利用方磊也是他们的计划之一。毕竟这3个月内是他们最后的时间，如果实在行不通，对家提醒下属，许岩的新公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此刻的沈浩明已经找到许岩的姐姐，为了能够见到妻子，他把于医生都给搬了出来。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同病相怜嘛。他整个人的状态啊，他怎么了？状态很差。听到心爱的人状态很差，姐姐立刻关心起对方。沈浩明说于医生为了他天天茶饭不思，掩饰隐藏，一直想着怎么可以让他消消气。姐姐真的没想到他们2人竟然能够待在一块，像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。见到对方这么用心的份上，姐姐准备帮帮沈浩明。明天是周六，妍妍会在公司加班。好，谢谢。蒋亮也在。啊？周六这天，沈浩明直接冲到了妻子的公司，无视亮总来到许岩的旁边，嘘寒问暖，并且将自己买的甜品一一拿出。我在开会。我能旁听吗？当然可以，请坐。
就这样，他留了下来。亮总不断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他对严一方的发展建议很直接，向资本融资。毕竟100家初创公司有99种死法，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。想要成名钱不能停，前夫哥再也坐不住了。亮总说了不少的好处，但弊端是一点也不提。在互联网圈子里，资本助力企业致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，但就算是把它包装成一个天使，可资本本身终究不是慈善家，更不是许愿池。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？就算远航要求回报，那也是基于严一方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定。我可以担保，我会把许岩和其他创始人的想法放在第一位，保证他们的自主权。你担保？是。那你公司的意见呢？你姐的意见呢？就算你姐没有意见，公司的章程还有决策是不会改变的。随后沈浩明给出自己的意见，资本希望在市场上拿到更高的估值，所谓的业绩条款会逼迫他快速的扩张，或者做出一些伤害公司根基的短视决策。如果业绩不达标，许岩的代价就是被一口吞下，辛辛苦苦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。有了明确的定位后，要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而资金他们靠预售回笼资金，品牌没有成熟前建议坚定走线上交易，还有知识产权生态矩阵，品牌先标准化再个性化。如果将来他公司有1-2个爆品，可以开发其他最小产品规格型号等等，到时候一整个知识产权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强大。当他对金钱有了自主权，才能对自己想做的事有决定权。最后一个建议，将来无论是我、蒋总，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，你可以监听，但是千万不要尽信。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。两个男人暗自较劲。听了这么多的意见，许岩打算回去思考一下，再做其他决定。这一次，前夫哥略胜一筹。叶静怡，你别犯傻啊！你可要想清后果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还有你妈，还有你妹，你要这么纵身跳下去了，他们谁管啊？你太自私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知道什么？我能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在一起6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想好好的活着，却被骗得倾家荡产。我活着干什么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害我爸公司破产，害得小宝逃亡，害得我妈、我妹居无定所。我活着就是给别人带来痛苦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静怡，静怡，静怡，你放开我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你死了，你妈跟你妹还怎么活？你让他们怎么活？你什么都没有失去过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是没有失去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？你不能因为失去一点东西，你就要去死。你死了，你失去的不更多了吗？你懂吗？还有，你如果真的死了，那王静就真的逍遥法外了，你就再也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从你父亲的手里夺过他的公司的。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这样？啊？我知道，你想让我好好的活着，可是到了这个年龄，我还什么都不懂，每天像个傻瓜一样活着。就算是他们这样对我，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反抗。我真的好害怕。你不傻，那是因为你善良，这一切不能是你的错，知道吗？是他们坏，你要振作起来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你还有你妈，还有你妹，这么多爱你的人，你要为他们活着，懂吗？小姨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如果你还要选择跳下去的话，我可以尊重你的选择，我陪你一起下去。
兄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啊？你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，你说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妈，钱没了就没了呗，啊？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妈，之前是我不好，太傻了，没有听你的话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又逃避现实，我知道错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这老天爷让我们活着，就不会让我们饿死的，不会的。我知道我不该这样，不该逃避现实，把所有的苦难留给你们。妈，是我不好，原谅我好吗？拜托，姐再也不会做傻事了，就会好好的活着，再也不离开你们。妈，对不起，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一定。爸，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。我要为爱我的人好好的活着。下面我来传达一下于董事长的意思。他非常担心，他怀疑仅靠姚倩倩一个设计师的团队，咱们 Poland 在中国市场还能撑多久？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比赛来找一个新的设计师呢？找个实习生跟我们学不就行了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把这次比赛当做一次宣传，然后从刚毕业的大学生里面选几个新人过来，这样对我们公司更经济一点。李总，你觉得呢？于董事长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照你说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那么，比赛的优胜者将得到什么职位呢？应该是辅助姚倩倩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优胜者将会和姚倩倩一样，独自带领一个设计团队。和我一样，成为主流设计师？开什么玩笑！我要和一个无名之辈平起平坐吗？不要这么说，姚倩倩。2个团队在一个公司可以互相竞争，这样会设计出更好的作品来，这是符合公司利益的。希望你能服从组织的安排。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海波，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？申请是到本周末截止，然后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审核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佳美设计团队的打分占40%，以姚倩倩在内的华锦设计团队的打分也是40%，剩下的20%是通过随机抽取的消费者评审团来打分，最后3项总分相加。OK， 我传达完了。喂，我让你查的金秘书，你查到了吗？好的，尽快联系我跟他见面。我知道王进去找过你，你能不能把我想要的信息告诉我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料到你会这么说，因为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叶董生前对你不薄啊，他老人家花了毕生的心血，才建立起叶氏集团，如今被人轻易的夺去。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，你于心何忍？
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觉得你这样对得起叶董的在天之灵吗？要不，请你转告静怡，让她去问问吴女士吧。吴女士，你来这么早？你今天怎么不太一样了呢？啊？怎么不一样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觉得那种感觉。说正事儿吧，我今天约你来，是想问你有没有发现关于王静的其他事情。你认识吴女士吗？吴女士？王静之前找过吴女士，我觉得挺蹊跷的。姓吴的女士。但请你记住，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你要知道，你父亲是我的大恩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我父亲葬礼上，他还给过我一张名片，说了几句奇怪的话。欢迎光临，我是来找吴女士的，麻烦您告诉她叶静怡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吴总刚走。那她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叶静怡，你比我预想的来得要晚。来，请喝茶。你父亲葬礼以后，你肯定过得很辛苦吧？是，我经历了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。我来这里，是因为有事情要问你。我父亲生前，你们是不是？我和你父亲啊，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帮助，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。我今天来不是问这件事情的。那你是想知道什么呢？我的前夫王静，我听说最近他来找过您，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公司的事。这个嘛，告诉我您知道的。我父亲从来不在家里谈公事，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公司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的，我爸和我弟是绝对不会私用公款的。是啊，你父亲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耿直商人。正因为这样，我父亲爱公司胜过爱自己的生命。我弟为了得到我爸的认同，很努力的工作。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想您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这个嘛，告诉我您知道的。好好想想，为什么王静会选择了你？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在挽救你爸爸的公司。如果你没钱，怎么可能收购我爸的公司？那是我自己投资赚来的钱，而且已经用没了。你也别着急了，姐相信你，好好接受调查。他们没得查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放心吧。哥，玩着呢。怎么一股酒气啊？喝了？叶文彤不是放出来了吗？我们去聚了一下，顺便庆祝他姐离婚成功。什么？这叶静怡离婚了？我也才知道。哦，
早点休息。几点钟了啊？你说你这妹妹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谁知道她呀？哟，现在就开始找店面了啊？是啊，抓紧时间行动起来。我想用这笔赡养费啊，先把我们欠的钱还上一部分，剩下的开个店赚点生活费。不过好像不太够，我想想办法吧，找一个便宜的店面。真辛苦你了。这回他终于回来了，我非得好好说他不可。来啦！哟，清江啊！嘿，阿姨，进来进来。哎呀，今天看谁来了啊？青姨，阿姨这么晚来，不会打扰你们吧？啊，不会不会，快坐吧啊！那我回屋了啊。哎，快坐吧坐吧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坐吧。我正好想找个人聊聊天呢。是吗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给你的。这又是鲜花的，又是香槟的，是来庆祝我的呀。我了解你，你不是这么想的，你说的是反话。没有人离了婚会真正开心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谁也不会走这一步的。但是你不要太自责，你们俩一路走来，我看在眼里，不是你的错。或许这不是件坏事，把它当做一个新的开始吧。希望你振作起来。叶静怡，你说的没错，王静和姚倩倩，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就是妞妞，我无能为力，我真的觉得很遗憾。特别理解。我也不想用那些特别俗套的劝慰的话来跟你说什么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来请你喝酒。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来，我们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。亲家，进来可好啊？您看，我们是转了好几个水果店才买的，您尝尝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儿子是董事长，什么好东西我没吃过呀？买这么便宜的东西送到我这儿来，王燕啦，哎，上次那个银行行长送过的那个水果，就是起皮儿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蛇果。哦，对，蛇果。你去把蛇果拿出来招待客人。走，妞妞，快！妞妞啊，来，到姥姥这儿来，过来来。妞妞，奶奶是怎么教你的？让你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他要是带你去哪儿的话，你就报警。记住了。陌生人，我可……亲家，如果我们两家经常走动的话，关系我想会好起来的，对吧，老赵？谁说不是呢？我真不敢麻烦你们大老远的跑到我这儿来扯我的头发。哎呦，亲家呀，这件事就别再提了。这古人说得好啊，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对吧，老赵？那个老太太，我们瑶的意思啊是说那个什么。年轻人，阿姨们讲话的时候别插嘴。哼，死老婆子！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倩倩，我会拔光你的头发。我真要跟这种女人成为亲家。
愿意。这么多年辛苦了。茱莉亚小姐，鉴于你最近的种种表现，董事会经过郑重商议，认为撤销你 Powerland 一方代表的职务，保留首席设计师的职位。娟子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。来了。这是5万，拿着，算我借你的，赔了你得还我。逗你的，算我投资，赢了咱2分。谢谢你，娟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些意大利人竟然敢这么对我！不行，我要跟他谈谈。谈？有什么好谈的呀？难道要忍气吞声吗？我姚倩倩就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这明显不是偷你一个人的主意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应该是于金，他为了把我撵走，使了阴招，你当了垫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以退为进，到时候我再想想办法把你调过来。怎么可能呢？于金既然想让我走，怎么会让我回来呢？那你就当做休息，反正我马上就结婚了，你好好准备婚礼嘛。谁送的？快递说是给那妖精的，干什么呢？我们家没死人，全送些菊花。看看啊，他不在，随便看。茱莉亚，你跟那个男人结婚不得好死，重新投入我的怀抱吧，我深深的爱着你。是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简直是不堪入耳。还没结婚呢，他就这么不安分了啊？说吧，我早就不乐意这妖精了，现在就开始送花，但指不定以后送什么东西呢。要不然我把这些都扔了。哎，别，给我。
将，我听说你最近到处打听叶氏集团破产的原因。你想想，这件事儿连我都知道了，王静会不知道吗？你这么做不聪明啊！叔叔啊，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没别的。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叔叔，你跟叶董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现在一夜之间破产了，我特想知道，你难道真的就一点都无所谓吗？而且我知道，他这女婿啊，抛弃了他的女儿。我觉得王进这个人有问题，非常不地道。就算王进抛弃了叶慈云的女儿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想揭开这个人的真面目。我劝你不要管这件事儿。我放手给你，就是让你管理好自己的公司，不是让你去管别人的闲事儿。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事儿。尹秘书来了。好。哎。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哦，已经查清楚了。叶静怡最近是忙着找工作，其他的人嘛，倒没什么动静。那叶小宝呢？没找到。你说叶家都在想什么呢？太奇怪了。叶小姐，那你准备下周过来上班吧？好的，谢谢您，再见。再见。过来。怎么了，妈？过来。怎么了？我问你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花儿怎么了？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新娘子，你跟我说说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也知道我的工作，了解我的职业，难免会有一些人送我花儿，也许是粉丝呢。你承认这盆花是你的粉丝送给你的？那好，我问你，这个粉丝是个什么家伙啊？他跟你的关系就密切到可以在卡片上写满了“我爱你”吗？啊，妈，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啊？我不认识这个送花的男人。你给我嘴硬吧你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怕伤害王进，我在他面前一个字都没提。但是对这个事儿，我绝不会睁只眼闭只眼的。我只有王进这么一个男人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你到底有几个男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手上有这样的证据。妈，您这也叫证据啊？这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。陷害你？那你跟我说说，谁陷害你啊？啊？还能有谁？除了叶静怡，谁会这么恨我？谁会反对我和王进结婚？叶静怡跑出来干这种事儿，他图什么呀？他是什么都不图，但他就是不想让我和王进好过。你和叶静怡从小就是好朋友，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？啊，谁都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但是叶静怡绝对不可能。你不要因为一盆花把你以前干的肮脏事儿给翻出来了，你就去陷害别人。妈，我看呐，是你的男粉丝看见你就要和王进结婚了，就怒火中烧了吧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会看着你的，我会不断的调查你以前干的肮脏事儿。你给我小心点儿。妞妞，是妈妈，你乖乖吃饭了吗？在幼儿园就吃了，回家奶奶又让我吃了一碗，现在可饱了。妞妞真乖。妈妈想告诉你，等你的新妈妈搬回家去住，妈妈就不能常常给你打电话了。但你要知道，妈妈爱你，所以你不要难过哦。妈妈，我也爱你。妈妈知道了，姑姑在吗？让姑姑接电话。姑姑，妈妈找你。
喂，哎，嫂子，自己答应我啊！来，抱着。嫂子，燕儿，这段时间麻烦你帮我带妞妞了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哎呀，别说这样的话。虽然你跟我哥离婚了，可是在我心里啊，你永远都是我嫂子，永远都是我们王家人。嫂子，有件事情我挺担心的。如果哥跟那个女人真的结婚了，妞妞就要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。她刚开始有点好转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妞妞一定能撑过去的。那个，你哥他们打算去哪里度蜜月呢？没什么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19、20，燕儿，这礼金不少哎。看来啊，结第2次婚不丢人。妈，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个财迷一样。财迷又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这礼金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礼金送得重，就说明他的祝福就深厚，明白吗？明白啦。哦，这还有人送100呢，都什么年代了？哎，有名字没有？没有。不写名字，回头让我哥查查。哎，这个对，来。哦，这多。这还有人送照片呢。啊？这不是姚倩倩的吗？他原来的男人还是个国际友人呢，长得还挺帅。终于结婚了。我对你的承诺都实现了吧？嗯，再也不用被别人指指点点的了。倩倩，我们度蜜月来这里，你不会不开心吧？不会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去哪儿我都开心。你真好。等公司忙完了，我们去国外，去迪拜。好，去迪拜。
我1分1秒都不会离开你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呀！为什么干杯啊？哪知道啊，文总把大家叫出来的呗。哎呀，随便啦。反正我今天是特别的失落。还有，林大小姐这一失落，就非得把我们大家伙扯着跟你一块儿失落是吧？你不懂我的感受。王静和姚倩倩，他们今天结婚了。文涛，你别说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别激动啊！你叫我怎么不激动啊？于哥，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外甥女吗？记得呀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？不忘记你哥你姐的女儿吗 ？No， 她是那个下贱的姚倩倩的女儿。她是姚倩倩的女儿。对，王静和姚倩倩在6年前生下的女儿。他们居然骗我姐，让我姐给他们抚养了6年。天哪，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！所以说，我就这对狗男女永远得不到幸福。我看他喝多了吧？哎，文涛，醒醒，醒醒！倩倩，水已经换好了，你可以洗澡了。谢谢老公。